大家好，我係阿東。因為咧 Dark Souls 3咧啱啱推出啦，可能有好多啱啱接觸靈魂系列嘅朋友咧就唔知道 Dark Souls 嘅故事，所以我特登咧就一個叫做靈魂系列嘅超簡短故事解說咧嚟俾大家了解下靈魂系列嘅故事到底係點樣嘅。咁咧首先咧係一個劇透嘅警告啊，如果你唔想被劇透咧，請你立刻離開呢一個短片啦。喺 Dark Souls 1啊，呢個世界咧本來係一個只有山、大樹同埋不死古龍嘅死寂世界嚟嘅，然後無端端有火嘅出現，火裏邊咧就有4個黃魂，分別咧就俾太陽之王葛溫、最初死者尼特、伊扎里斯嘅魔女們，同埋一個好容易被遺忘嘅矮人攞走咗。咁藉住黃魂嘅力量咧，佢哋就挑戰古龍啦。葛溫就用雷槍刺穿咗古龍嘅輪。魔女咧就捲起火焰嘅風暴，尼特咧就釋放死亡同埋疾病嘅瘴氣，而舞龍輪嘅白龍希斯咧就出賣咗佢嘅種族，導致古龍嘅滅亡啊！火嘅時代咧就咁樣就開始咗啦。咁但係好景不常咧，初始之火就漸漸咁樣熄滅啦，不死嘅詛咒咧開始喺人類之間蔓延啦，不死人就越嚟越多啦。主角咧一開始就被困喺不死院。之後喺一個騎士嘅幫助底下咧，成功逃離監倉啊！而呢個騎士喺臨終之前咧，佢就話俾主角知啊，傳說中被選中嘅不死人會逃出不死院，到古神之地羅德蘭朝聖。喺敲響羅德蘭2個大鐘之後咧，不死人嘅命運咧就會顯現啦。因為主角嘅威能咧，主角喺機緣巧合之下咧，喺不死院被一隻咧巨型嘅烏鴉捉到去羅德蘭。之後有一個失業嘅老兄啊，就話俾主角知啊，傳說中嘅大鐘嘅位置啊，一個咧就喺不死人嘅教堂上邊，另外一個咧就喺病村下邊嘅遺跡嗰度。咁主角咧於是就上咗不死人嘅教堂咧，殺咗呢個石像鬼啊，同埋敲響咗上面嘅鐘。之後咧又到病村下邊咧，殺咗一隻蜘蛛女，就敲埋下邊嗰個鐘。咁主角敲完2個鐘之後咧，世界之蛇弗拉姆特啊，就喺全火祭祀場嗰度咧彈咗出嚟。佢就同主角講啊，主角咧你就係被選中嘅不死人啊，不死人嘅使命咧就要承繼太陽之王葛溫，幫佢傳火。咁咧不死人嘅詛咒就會被解除啦。咁喺呢個之前咧，你就一定要得到個王器，而王器咧就喺皇城阿洛爾隆德。咁之後咧，主角就經過充滿陷阱嘅塞恩古城啦，就千祈唔好諗多，嗰啲陷阱只係為咗考驗主角，好似係，千祈唔好心多啦吓。咁主角嚟到皇城之後咧，經歷咗好多嘅難關啊，將一肥一瘦嘅 boss 打低咗啊。順帶一提嘅咧，瘦嗰個咧好似話係葛溫4大騎士嘅首領。咁咧千辛萬苦，終於到達葛溫長女嘅房間啦。咁太陽公主葛維艾薇亞就對主角講嗱。個公主咧就同主角講咧，你已經通過考驗啦，你咧就要傳火啦，延續火嘅時代啦。之後咧佢就將一個王器咧交咗俾主角啊，然後世界之蛇啊弗拉姆特當然係好開心啦。咁咧佢又同你講咯，打開封印嘅初始火爐咧，必先咧就要用黃魂去填滿黃氣，所以主角咧就要去到巨人墓地咧殺死尼特，就攞到黃魂 No.1， 之後去混沌嘅廢都伊扎里斯殺死混沌嘅溫床，攞到黃魂 No.2。咁另外咧，葛溫喺傳火之前咧，將黃魂 No.3 咧就分俾呢個小龍德嘅4王同埋白龍希斯，所以咧你就少不免咧就要打到小龍德嘅4王同埋白龍希斯去得到黃魂 No.3 啦。咁因為時間嘅關係啊，主角咧就好快咁將佢哋通通打敗啦，打開咗被封印嘅初始火爐，殺死埋阿葛溫之後燃燒自己嚟傳火咧，火嘅時代得以繼續啊，不死嘅詛咒咧終於解除，大團圓結局完。你就想啦，咁咧嗰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結局嚟嘅啫，咁事實又係點嘅咧？正所謂童話裏都是騙人的，你所知道嘅一切咧都係一個謊言。不死人嘅祖先咧就係當初攞到第4個黃魂嘅矮人，而嗰個黃魂就係黑暗靈魂。咁初始之火越弱咧，黑暗靈魂就越大，咁不死人咧先至因為咁而不死嘅啫。咁當初始之火開始熄滅嘅時候咧，伊扎里斯嘅魔女咧想複製初始之火，但係唔小心咧就令到呢個伊扎里斯咧被混沌吞噬啊！
咁郭溫佢哋咧就怕初始之火熄滅咧，不死人會變得強大咧，所以就同其中一隻世界之蛇嘅叛徒編咗一個故事，等不死人存火。然後咧，郭溫再將自己咧當柴燒，希望咧延續火嘅時代。咁所謂不死人嘅使命咧，其實就係要不死人送死，就算不死人通過所有難關咧，都可以俾佢哋白白黐黐咁存火啊！咁嗰個巨大嘅公主咧，都係郭溫嘅細仔所做出嚟嘅假象嘅。真正嘅阿諾爾隆德咧，係一個黑暗死寂、被眾神所遺棄嘅皇城啊！咁樣公主啊，一早嫁咗人噶啦。咁咧，世界之蛇卡斯咧話俾呢個主角知啊，不死人嘅真正使命就係要令到呢個初始之火熄滅啊，然後成為呢個黑暗之主，統治世界啊，咁咯。咁遊戲裏邊啊嘅人性咧就係黑暗靈魂啊，你睇唔睇到啊？佢兜口兜面同你講啊，人性嘅本質就係黑暗嘅。其實咧個故事裏邊咧仲有呢個狼之騎士阿爾特留斯同埋希夫之間感人嘅故事，人久情未了啊！其中嘅 DLC 啊更係傳說中嘅英雄阿爾特留斯同埋深淵嘅故事啊！有機會咧我一定會整一個超級詳細嘅故事解說講佢啊！咁以上咧就係一代嘅故事啦。咁咧而二代咧就係由一個根本都唔知道一代係講乜嘅人所寫嘅。咁咧明明係原本係3個黃魂咧，而家變咗做4個，所以咧就當佢係同人作品就好啦。咁咧我就姑且講一講二代嘅故事咧，就喺一代之後好多年之後嘅。咁咧其實啱啱出嘅3代咧，亦都講到明啦。二代咧其實就唔喺羅德蘭發生嘅，所以咧當二代係一個外傳就好啦。咁二代故事又係點啊？咁啊，話說啊，有一位國王咧娶咗一個皇后，咁喺皇后幫助底下成功咧喺北方嘅巨人咧得到一啲好厲害嘅力量啊，所以咧個王國就好強大啦。但係後來咧國王因為皇后咧另有所圖啊，而慢慢咁疏遠佢。咁主角咧為咗解除不死人嘅詛咒咧，就嚟到皇城啊，但係因為咧爬唔過一嚿大石咧，所以咧只好咧死死地氣咧就打到4個強大嘅敵人，再用佢哋嘅靈魂咧打開大石旁邊嘅一道門啊！咁咧係好合理嘅吓。咁啊去到皇城嘅時候咧，你見到個皇后啦。咁皇后第一件事就係叫主角去代替國王坐上皇座，咁詛咒就會消失。咁都係好 make sense 嘅其實。咁之後咧你就跟住皇后所講啊，攞到呢個國王戒指啊，又見到個古龍牙，之後又翻去打敗巨人王啊，最後嚟到皇座啊，然後咧原來皇后係壞人嚟嘅，仲要好樣衰嘅。原來咧佢就想坐上皇座喎，咁咧於是你就殺死佢啦。殺死佢之後咧，你又真係入咗個王座裏邊啦。但係咧，王座裏邊咧發生咩事就冇人知了。咁咧個官方係真係咁講嘅，係真係話冇人知噶吓。咁啊後來咧聽聞咧呢隻 game 咧係有 DLC 嘅，咁但係咧個故事係改完又改，改完又改。咁咧之後咧，原來個國王咧有個哥哥嘅，然後個哥哥咧原來有個對個故事好重要嘅。咁咧，但係我深信啊，因為二代嘅故事咧係仲未寫好噶，所以咧我喺呢度咧先至完咗佢先。咁我必須要讚一讚啊！二代一成功創先河，成為靈魂系列裏邊第一隻偷偷地改物品描述同埋故事嘅遊戲，恭喜晒啊！呢度咁其實啊 Dark Souls 系列嘅故事咧真係好難用咁短嘅時間去解說噶。我應承大家會做一個好詳細嘅解說，但係不過咧都要俾啲時間我嘅。咁我希望咧呢段片對大家理解呢個 Dark Souls 有啲幫助啦。咁樣咁時間差唔多啦，喺呢度咧先同大家講一聲。拜拜。